嗨，欢迎回到龙树大师系列课程。我们现在来到第3课，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始攻克这些章节，准备好进入27个章节当中的其中6章。我们会在本次龙树课程的第4课中讲到，我们即将教授的第1个章节是第18章。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我们会讲6个章节，18、19、20、21、22、23。请特别关注第18章。我会告诉大家这6个章节的名字，先刺激一下大家的胃口，然后我们再深入讲。顺道一提，我会希望当我提到这6个章节的名字时，你就已经很想猜一猜他们之间的关联。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听到这6个章节名字之后说，我看不出每一个之间确切的联系啊，但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是你的问题。好，我们开始。第18章叫做人与物的调查。人与物的调查。你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所有空性在经典中的分类，也就是分为麦克的空性以及事物的空性。或者有时候你可以说我的空性，以及我所的空性，意思是指所有我身边的事物以及我的其他部分。你可以说现在我们将要调查人的空性，有时候也可以说宇宙里的事物，有时候他们会说麦克的某些特定部分，而一些资深的论事者会说宇宙是麦克的一部分，因为麦克在感知这个宇宙，所以宇宙的确不过是麦克的一部分。而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即将要开始学习的章节第18章，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章节，就像我所提到的，第18章和第24章，我们将会在下一次龙树大师的课程中讲到。18是极为受欢迎的，你可能听我讲过，你也可能曾经听很多老师讲过有关我的空性以及我的部分的空性，这是极其重要的空性。为什么？因为这是第一环，误解我和误解我的部分，是生命之轮的第一环，它叫做专业术语叫什么来着？这是奇怪的术语，叫啥来着？坏巨见。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特殊误解，它会触发我们所有的痛苦，所以这是你应该学习的。我其实找了混合坚果帮忙，尤其是韦特·史密斯和尼克拉肖。我说，检查一下整个27章，告诉我哪些是被过去1000多年伟大藏地智者在论述中引用最多的章节。他们说，就是第18章。这一章非常受欢迎。其次就是第24章。24章绝对是4种更高真相的探究，4阵地。那也会是所有章节中最受欢迎的一章，我们会在下学期讲。但这一学期我们会从第18章开始。这一章可以算是整本书中最重要的章节，所以请准备好开始动脑筋思考第18章的内容吧。第19章是时间的调查，过去、现在及未来，它如何从我和我的宇宙的空性之间流走，这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们应该想一想，从调查麦克的空性开始，到麦克的世界、麦克的宇宙，我们直接去到对时间本质的调查。我们把许多来自第19章的理念
放在 DCIG 所教授的时间管理中，因为改变时间是有方法的，拉伸时间是有方法的。如果你想要完成更多的工作，我鼓励你来上这个课，来上 DCIG 的时间管理课程，应该是第11节。是的，好。第20章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章节。我的老师会说，难道其他章节不够有魅力吗？不，他们也一样，但这个真的特别吸引人。这一章叫做因与缘的调查，相结合的调查，他们如何融合。有一个形容词叫什么来着？终极融合，因和缘的完美融合。因和缘完美融合是什么意思呢？因和缘完美融合暗指什么呢？它不应该马上触发一个结果吗？一旦你有了所有必要的因以及所有必要的缘，你有一颗鲜花种子，然后有肥料、温度、水、时间、园丁，那么这完美的因缘和合不应该即刻触发一个结果吗？此时的空性在哪呢？这就是第20章。第21章一旦你提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前20章讨论的都是关于事物是如何发生的，那么谈论事物如何消亡不是很自然吗？事物是如何消亡和逝去的。我刚才已经把关联给你，但是取决于你怎么说来着，要不要自己去探索这样事物如何发生然后消失。第21章第22章为什么跳到这里？佛陀之调查。哇，这很酷，你在整本书中都不怎么谈论到佛陀，然后突然之间在调查完之后，ADD 榕树先生你就跳下来，跳到佛陀的空性里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关联点在哪里？我们将在第22章中进行探索。第23章非常有趣，会解释怎样从上一个章节连接到这一章，因为第23章是专门用来探究我们一生中所犯的错误。第23章主要是在讲错误，尤其是感知事物方面的错误，不了解事物的空性，因此这取决于你们是否想探索这个逻辑流。我们再讲一下这6章的主题。18人与物，麦克和他的宇宙的空性。19我们会来调查时间。20当因和缘结合在一起，我喜欢把它称之为完美的融合。因和缘的完美融合，我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空性？这所有因缘和合时，这当中怎么可能没有内在的潜能呢？因为事物总是会在这之后马上出现，这当中怎么可能没有某种内在力量呢？第22章我们会探究善事如来。21是关于事物如何发生然后消失，22是探究如来，抱歉。然后23是颠倒之调查，就像刚刚编号出错一样。好的，好，我们开始。从今天开始，每次我们一起上课，我会在课上教你们3个重要的梵文词。他们说所有佛陀在证悟之后都讲梵文，他们说梵文的音节能够对你的脉轮、意识和身体产生深远且不可思议的影响，不知何故。
范文能够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和意识，所以我想可以再讲到每个章节，介绍一下当中的重要词汇。如果你想读范文的话，我们很幸运，这本智慧的范文版还存在，我们还能够读到范文版，这是一个记范文的好去处，特别是开头的2句寄送。如果你想学范文，这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学习龙树大师怎么样使用范文，可以说他是其中一位最伟大的范文作者。所以我们每堂课会来学习3个范文词，而且这些都是当个章节中的重点词汇。来看看今天第一个单词，我想谈谈 Atman 这个词，读 Atman， 大家跟着念。对， Atman 的藏文是 Da， 意思就是自我或自信。你可能有听过马哈玛甘地这个词，指的是伟大的生命，伟大的自我指的是甘地本人。莫罕达斯 K 甘地，所以 Atman 指的是自我或自信。我喜欢这个词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性感。前面的长 A 原本是短 A， 有时候短 A 在范文词的开头也会变成长 A， 所以它原本是 Atman 在范文里的开头字母 A， 在希腊文中称为否定的 A， 它仍然存在于希腊文中，意思指的是不是。因此当一个范文词前面以 A 开头的时候，就代表非。这也存在于英文词汇里，比如说 apolitical 非政治的，或无神论者，或冷漠，意思是不在乎。你可以理解开头的 A 代表不是。范文的词根 tam、tm 或是 tam 指的是分开的，因此 Atman 这个词指自我， atom 这个原子这个词意思是不可分割的连贯性、单一性、统一的灵魂，一样东西的灵魂或自我。原子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粒子，不能分裂。一旦你把原子分裂成更小的粒子，它就失去了它元素特性，它不再具有其他原子所没有的独特特性。因此原子代表着不可分割， Atman 代表灵魂。当你把 Atman 放入一段句子时，当你把它做灵魂一词用时，要把 n 去掉，就会变成 Atma。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Yogin， 意思是瑜伽习练者，然后当你把它用在一段句子里时，称之为什么呢？作为句子中的名词来用时，需要省略掉 n， 就会变成 Yogi， 瑜伽的练习者就会变成 Yogi， 但它的原型其实是 Yogin。 因此你可能会看到 Atman 变成 Atma， 就像马哈达甘地一样。而使用词根 tam 的经典例子就是从这张图片里你可以看到，这是位于东欧的一间经典石竹教堂、石竹寺院。通常他们会用一堵墙、一堵石墙将村庄与教堂或寺庙隔开，这些结构慢慢就会被称为寺庙，也就是被隔开的地方，所以这是词根 tam 的用法。寺院这个词也来自这个词根，因此 Atom 或是 Atma 代表真的自我，所有事物的坚实核心。你一旦这么说，那么麦克和麦克的宇宙是否有坚实的核心，且这一核心是独立于我的感官或独立于我对他人的行为，
独立于我的善良程度，我善待他人有多少，就是 Atman 自我。那么麦克就会有一个坚实的核心，而且它是独立于麦克是如何对待他人的。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来自于业力，如果我的生活品质不取决于我如何善待他人，那么 Atman 不可分割，那我就是 Atman 独立的自我，那我就是自性存在的自我，那不论我如何对待他人都不会受影响。这就是我希望大家学的一个范文。我答应大家要讲3个词，下一个词是 Skanda， 它的藏文词是在英文中，当我们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说身体和意识。在佛教里，我们会说5个部分，人的5个部分。而在每一个部分，在佛教经典中，不叫部分，而叫坐运或句。阿毗达摩中说，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称为他的意识和身体？我们为什么要说一个人的五蕴？原因是一个人的每一个部分，在西方术语中的身体和意识，它们分别也是有多个组成部分的。因此，我们不会只说身体和意识，我们会称之为有一堆有多个组成部分的寄居。Skanda 这个词出自于何处呢？如果你追溯到更老的词根，也就是印欧词根，有这么一个词根 scan， 这是英文中散落和破碎2个单词的词根，所以才有了散落的树叶这种理念。意思是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抱歉，我整个身体，我的整个意识由较多个较小的零件所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身体和意识都是具。在佛教经典中，我们不说身体和意识，我们会说身体和意识的5个组成部分。意识有4个组成部分，身体有1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物理的一面是一个元件，由多个部分散落物所组成。我们有4个意识组成部分，一个是你的总体认知，还有你日日夜夜都有的感觉倾向、分辨的倾向，比如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高的，这是短的，这是蓝的，这是绿的。接着就是你意识的其他部分，通常你意识里大约50个其他的部分。在佛教里，它们被划分为5个 skanda， 也就是组成你的5句或5蕴。这在第18章里很重要。这一章讨论了人及其部分的空性，因为这是一个人最典型的一个部分，就是这5个部分。在西方我们说身体和意识，当我说到人的5蕴5个 skandhas， 就我想要你想到身体和意识，这是转为西方思维的完美翻译，身体和意识。你的身体和意识是否有核心部分？就如提姆，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否有核心部分？一个不变的核心，一个自我。我答应要教3个词吗？我教了第3个吗？没有，只有2个。不好意思。现在我要回到这一章的开头。他说，当你开始考察空性，也就是他在第18章所做的，现在他专门开启进入空性的旅程。他说，让我们分5步进行，分成5步展开。一般来说，我不会给你们念论式，因为这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当我看到一个部分的论式中有特别性感或有趣的部分，或者有能够帮助你们理解空性的地方，我就会停下来把它念出来。所以这是我现在要做。当我们考察时，
你是如何理解事物不是其本身的这个观点，你第一次是如何进入或如何开始讲这个事物不是其本身这个观点。他说5个步骤，如果你想要探索事物如何不是其本身，我们可以从5个不同的观点去看。第一，我将向你描述你首先是如何进入空性的，这里他称之为真如，Tava 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会跟你们解释你是如何进入真如的，这是第一。第二，佛陀谈到了人的各个部分，佛陀谈到了一个人表面上的坚实力量，但是我不是在反驳他在初转法轮中关于人的说法，我并不反驳我们所说的麦克和麦克的部分，并不来自于麦克和其部分本身，但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我们能证明我们并没有反驳佛陀刚开始教授时所说的话，他谈论了很多事物，好像他们是坚实的，有自己的特性。基本上我们要展示的是佛陀在他的教学生涯之初讲的都是一些有形实在的东西，因为他准备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们并非有形实在，他只是在热身。我们会来解答他后期教授空性与他早期教授看似非常具体实有的人的部分之间为何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第3个主题，如果你真的想进入空性，在什么阶段适合把这些深入的理念介绍给学生呢？你不能就只是做下热身，嘿，你是空的，你只是由空性构成的。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策略，有什么聪明有效的方式可以把空性介绍给另一个人呢？如果你尝试过和家人谈论空性，那么你马上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开始讨论空性的含义是有善巧的方式的，比如在厨房里，还有一些方式是不适合用来讨论空性，因为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第3步是关于什么是善巧的方式，什么是善巧的策略，我们用来把空性介绍给他人。我喜欢下一节，也就是如果空性本身是空的，它是否有任何特定的特质呢？它是否有任何特点呢？而且是空性所特有的。的确有，这些特征真的很性感，我真的很喜欢。它将会谈到空性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特质和特征。我们往往认为，如果空性代表着什么都没有，那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定特质或有什么典型特征。但这恰恰相反，空性有许多的特点或特质，而且是它所特有。而龙树大师对于这些特征的解释是真的非常吸引人，非常引人入胜。好，第5，是不是很符合上个部分我们对空性的介绍呢？就是你应如何通过理解空性来改善你的生活，你将如何把空性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并拥有一个更成功、更有意义的人生。这难道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最棒的一种分类吗？你学了这些空性的大理论和理念，但是要如何用它来改善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呢？我们开始往下。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是一位在荡秋千的女士。人们往往认为，我也不知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这太完美了。人们会认为他们和空性的关系，你不会说我个人和空性之间有一段关系，这听起来很怪，就像是这位女士的男朋友就是太阳之类的。事实上，让你和空性之间建构一段关系，而且是非常个人且亲密的关系，是有方法的。这是我们要讲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何能够拥有一段与空性之间既有意义又很个人的关系，我们会讨论这些。然后他说，让我们先从那里开始。如果你还记得第一种类别叫做我们该如何进入空性中，谁来告诉我 "ju" 这个词特殊含义 "ju" 这和从船上开始进入海洋很形象化，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开启我们的空性旅程？我们要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然后他说，第一步，如果它们本身是来自于两个部分，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挖掘空性本身又分为两个部分。通常我不会读它整个大纲，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丘里喇嘛整理龙树大师作品的方式是非常之美、非常实用的，但我们得花上1-2年的时间。我正在绘制，我另外有做一个图表，那叫做什么？思维导图大纲，是很美的，内容非常复杂，我把它分开保存。不过我有它这一部分的大纲，实在是太性感了，不容忽视。他说，进入空性就像进入一艘船并开始越过太平洋，它有2个部分。探索空性必然会有2个步骤，个人对空性的探索应该涉及2个步骤。第一，你必须努力学习描述空性的经文，意思是你必须努力。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在空性的教授中，一路挣扎，一路奋战，你必须屈服和臣服。这会是一段需要经过浓密森林的漫长旅程，沿路还会遇到荆棘和泥泞。但你的任务就是要在理论上理解空性，这也暗含着第2步，就是把它实践于生活中，把它用在生活中，运用好它，并让自己更加成功，运用它来创造更好的家庭生活，运用它来创造更好的商业生活，运用它让自己在余生中成为更加快乐的人。第2个步骤，利用那些对空性的教授去做空性冥想，用好约翰布莱迪和康尼奥布莱恩的个人生活指南。通过这么做 Docs 你所有的 skins 题目是的，终止生活中的所有问题。Gin 是指生活中的问题，尼帕也是生活中的问题，指的是问题。这的意思是，如果你做空性冥想，如果你习惯思维空性，那么你可以清理掉生活中的垃圾，猜猜会怎么样？如果你一样接着一样的清理掉生活中
不好的东西，不幸福，不成功，到最后会有一种奇怪的体验，你所剩的就只有成功。你最终会拥有巨大的幸福、巨大的成功、美妙的人生。如果你挖掉，就像大扫除一样，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想打扫房子，每个房间挨个进行打扫。我家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玩意儿，大多是一些无聊的东西，我家都是这些东西，我又不怎么会用到，我也不怎么样会想起，我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如果你很有耐心，并且有条不紊，一件一件的去清理你家里的垃圾，无情的解决掉它们，甚至不要妥协，别说可能罗莎会喜欢这个，直接丢掉吧，因为他的家里的空间也有限。所以如果你一件一件的清理掉生活中的难事，那么你所留下的就是全然的快乐，那就是你所剩下的东西。所以学习空性中，我们讲到2步。第一，过一遍理论，在书本上努力，在理念上用功。其次，把它们付诸实践，把它作为冥想物件，运用好它们，清理你称之为生活的房子，一件一件把那些无关紧要或令人不悦的东西丢掉，而你所剩的就是一个优雅美丽的房子，就像约翰布莱迪的家一样。我来给你看一张，一个小男孩坐在2层阶梯上。我试图找到2层阶梯，让我看到这一张。这不止2层阶梯，但主要有2阶。我希望这张图片能够提醒你，在他网球斜下的基础阶梯，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努力去理解空性背后的理论。然后第2阶楼梯，他屁股所坐的地方，就是将理论用在实际生活中，清理掉生活中腐烂的部分，然后剩下的就只有美好和优雅的人生。很酷。我们继续。哦，我的天哪，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我是继续跟着大纲走的，抱歉。但是我们不会讲太久。他说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掌握空性的理论，从理论上学习空性，这本身就有2个部分。提姆，你知道这个你要展示吗？顺道一提，提姆是在飞机上做这些操作，上帝保佑他，他真的很棒。这个的意思是，你可否进一步描述一下相关理论研究和背景？这些都是我们跨过空性之海所需要了解的。他说好的，我会告诉你这2个的。读达基瓦。Dak 的意思是 atom， 代表自身核心本质。Dakiwa 代表他的。所以当你学习空性理论时，你学到2个主题，我和我所。Dak 的意思 atom 代表我，然后 Dakiwa 代表我所。为什么这很重要？当你谈到生命之轮时，当你看向生命之轮的1点钟方向时，你看着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生命之轮的运转，那就是总是误解两件事，我和我所，误解我和我所拥有的事，误解我和我手之类的事物。当你探索空性时，一定是在探索麦克的空性，以及探索麦克所拥有的这个空性，包含这个世界和我的手，诸如此类的。好，首先我们要停止对于我的误解，
我们必须停止对于自己的误解。没有我就没有我所。这是给你们准备的一张图片，我猜应该是2只脚的那一张。是的，我喜欢这个。这是我，就是这双脚。这个我所就是你的鞋子，理解吗？我在尝试强调这2样东西，我和我所。我在鞋子之前就结束了，我和我所。如果你想清理整栋名为你的生活的房子，并只留下一栋叫做涅槃和正悟干净优雅的房子，那么你需要去探索我和我所之间的空性。很好，我们再讲一个，对不起哦，我只是想多讲一点大纲的部分。对于我的探索有2个部分，对于我的探索，但你又谈论到对我的探索时，又分为2个部分。读，还有好，这是一个很酷的划分。这个意思是，你如何探究我和我所，尤其是我，你如何探究麦克？让我们开始探究麦克。实际上提姆将要翻译一本书，意思是分析。因此我要先分析麦克，通过分析麦克，我们会得出一个策略。意思是我们会得出一个应对生活的策略。首先我们会来检视麦克，然后我们会得出一个应对麦克的策略，比如如何让麦克开心。这里有一张图，这是福尔摩斯，他是一位名侦探，这代表我们理解麦克的空性，所以必须采取2个步骤。第一，探索谁是麦克，究竟到底谁是麦克，接着制定一个策略。至于这个策略，了解如何使麦克开心，首先搞清楚到底谁是麦克，然后制定一个让麦克开心的计划，就是这2个。我们现在会往后看回这个大纲，我们将要探索麦克以及使他开心的策略，因为我们正在探索我们也会探索我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来研究空性的理论部分，然后我们会将空性付诸实践。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来探究人及其部分的空性。这是我们要讲的大纲内容。我们现在回到结尾处，我们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你看一看《空性》这本书的图片。我们明天再看，明天再看。我会给你一个2维码，我会跟大家讲如何买到这本书。约翰和康妮会为大家讲解，明天我会来解释。好，我们继续。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在这个教授里有一个传统。我们还剩多少时间？5分钟？是的，这个传统就是跳跃，把你的脚趾放进冷水里。我们开始。我们要来把脚趾放进水里，然后我们会游到日本去。我现在只是把脚趾放到水中而已，就是前面的2句寄送。他甚至没有讲完整个第1节，他只讲了第1节的一半，因为他不想让你溺水了。这是第1节。等等。
哦，好好，有道理。这里说到，如果你的身体和意识就是你，那么题目就必须是 T to im。我不是在搞笑，如果你只是你的身体和意识，既然你的身体和意识是持续不断的，根据佛教，你必须念2遍，而且要有节奏的念。我们最近有这个对吗？好，谢谢。题目将在毫秒接着下一秒之间出现和消失，即将出现并且即将消失。在佛教中，我们不会把题目看作一种持续的流动状态，我们不会看到题目的身体、题目的意识是持续流动的，而是毫秒之间的事件和感知，好像哒哒哒这样一个跟着一个，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开始和结束，就在一瞬间。题目的身体每一瞬间都在变化，这是你们知道的。你在每一瞬间变老，你的意识每一瞬间都在变，但这是否意味着题目每一瞬间都在变呢？从他起名为题目的那一天起，直到我们为他写讣告的那一天，我们会不把他叫做题目吗？不是说你一定不会，但是他的名字我们是不会改的，不是吗？名字是持续的，名字所代指的身体和意识，是你甚至无法在一瞬间内抓住的东西，它在不断起伏变化。但是名字没有变，题目就是题目，他的身体在变化的每一瞬间，我们不会跟着改变他的名字。如果这样的话，他不得有上百个名字了吗？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会觉得这其中一定有空性，我们感觉题目有一定的连贯性。题目的身体或许会在每一瞬间变化，题目的意识也可能在实时变化，题目也可能拥有着他的身体和意识，题目甚至有可能是他的身体和意识，但某种程度看，题目是不变的。我们会有这种感觉，题目出生了，题目活着，题目去世，依然还是题目，对吧？身体诞生了，身体走了，身体改变了，身体消融了，但是题目是那个拥有这个身体的人。题目没有改变，题目是不变的。题目没有变成麦克，麦克没有变成罗莎。3分钟内，题目的身体和意识在变化，但它依然是题目，对吗？因此他说，如果身体和意识是自性存在的，如果身体和意识的存在来自他们本身，那么题目应该要在每1毫秒之间换一个名字。那么题目应该得跟得上。如果题目是题目的身体和意识的总和，如果它是自性存在的，如果它来自它的本身，那既然身体和意识会分崩离析，而且是每1毫秒都在分裂，那么题目作为一个理念或者是概念，也应该无时无刻都在改变，而它并非如此。这很明显证明题目和他身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来自于其本身，好吗？明白了吗？因此，探索题目的第一步，就是应该探索它的部分。它的部分指的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如果他的身体和意识就是题目的话，而且如果题目的身体每1毫秒都在改变，题目的意识每1毫秒都在改变，如果题目是由他的身体和意识所组成的话，那么题目也应该毫秒的速度不断在改变，那么就不再是题目的身体和意识，在第2毫秒会变成麦克的身体和意识，第3毫秒就变成罗莎的身体和意识，它应该也会改变。如果题目和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自性存在的，如果这是来自于他们本身的，而不是来自于我们，尤其不来自于题目的话，那题目应该无法停留超过1毫秒的时间。
事实上，人们无法辨认出它来，因为那一秒既没有前半段，也没有后半段。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但再给大家一个理念，正者龙树的一生都被生活的矛盾所困扰，但这也是龙树大师之所以成为龙树大师的原因。他说生活的前后矛盾所困扰，我想象这真的深深困扰着龙树大师。如果一个商业策略会带来一门生意的成功，但又会导致另一门生意的失败，比如你把钱放进一只股票，这个人成功了，而另一位却失败的话，龙树大师就会深陷困惑当中。他会说，为什么？这是同一只股票啊，为什么这个人投资失败？而为什么另一个人做了类似的投资却能成功？为什么？他真的感到很困惑。因此龙树大师给我们的方法，他会说，看，这件事很困扰我，我想不通。这就是他的教授方式。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提姆一辈子都在那里，但他的身体却在毫秒间变化，他的意识却在毫秒间变化。如果他不是那个相同的身体和意识，那提姆不该在第二毫秒会变成不同的提姆吗？这令我很困惑，这里有点不太对劲，这里有些不对劲。如果你开始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你开始理解龙树大师的方法了。事物看起来不大对劲，如果事物来自于他们本身，那很可疑，有点不大对劲。他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找出正确的方法。好，我们在下一堂课见，我们将会获得解答。